第1145章灵魂交手。大殿之内，因为曹颖这突然间的举动变得安静了许多，一道道目光皆是在他与萧炎身上转来转去。看这情况，似乎是这位曹家的妖女因为被萧炎屡次刷新她的记录而有手痒了起来。对于这般一幕，那些对叶家有所念想的人也是不由得有些幸灾乐祸。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们已经是明白，叶家在萧炎的帮助下，算是又一次保住了5大家族的名额。即便如今有着曹颖出手，但即便萧炎得不到第1、第2却是必然的，因此不管怎样，大局已定。当然，大局定是定了，能够看见萧炎在曹颖手中吃瘪，倒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报复了。因此，在曹颖开口之后，大殿之内立刻便是响起了一些附和之声。圣长老眉头微皱，面色也是有些无奈。他知道曹颖外表虽然看起来总是笑盈盈的模样，但心头却是相当冷傲。他之所以会突然来这么一查，或许的确是有些手痒，但更多的却是想杀杀萧炎的锐气。沉吟了片刻，圣长老目光转向萧炎。对于这种事，他倒并非极为的抗拒。萧炎天赋的确很强，但若是能够稍稍挫锐气，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全场的目光汇聚在萧炎身上，正是在等待着他的决定。萧炎双眼盯着那抿嘴微笑的曹颖，片刻后也是微微一笑，道：既然曹颖小姐都已经这般说了，那萧炎若是不陪着玩玩的话，倒是显得太没风度了点。听得萧炎此话，曹颖精致妖娆的脸颊上顿时流露出一抹动人笑容，掩嘴笑道：萧炎先生倒是真会说话。话音一落，曹颖玉手轻拍桌面，其身形却是宛如蝴蝶般飘然而出，然后轻飘飘地落在场地中，美眸转向曹修，轻声道：曹修大哥，让我来玩玩吧。曹修无奈地摇了摇头。曹颖在曹家地位极高，即便是连族长都是必须对他的话语极其重视，而且此行也是郑重确定了曹家队伍以曹颖为首，将他的任何话语都当作命令执行。因此虽知道曹颖此举带着一点任性的味道，但他也只能缓步退出场中，回到曹家席位。见到萧炎点头，圣长老也就不多说什么，指着一旁的地上的红圈道：既然都没问题了，那么便进场吧。闻言，萧炎5人皆是点了点头，然后依序进入其中，彼此间分开一段距离，因为谁都知道这种时候各自都是对手，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是必须的。5人占据着红圈的5个方位，然后皆是盘膝坐下。这比拼的是灵魂力量，而并非是斗气。到了他们这一步的人，灵魂力量皆是能够离体对人发动攻击，因此并不需要如何移动身体。乔德5人皆是准备就绪，圣长老也是缓步退后，手掌猛地一挥，沉声道：考核开始。圣长老喝声刚一落下，5股磅礴灵魂力量便是自5人体内暴涌而出，然后各自盘踞在身体表面，目光警戒地望着四周。磅礴的灵魂无形力量笼罩着广场，那股隐隐间的灵魂威压令得大殿内的一些人有种压抑的感觉。这种感觉来源于灵魂深处，与斗气雄浑程度全然无关。场中的交锋已经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较量。僵持在广场之中持续了半晌，终于是被一道不知道从何处响起的咳嗽声中陡然打破。5股磅礴灵魂力量犹如5条无形巨蟒般闪电般的自各自眉心处暴涌而出，然后在中间地带极为混乱地爆轰在了一起。砰！无形的灵魂波动自撞击之处扩散而出，一股狂风突兀成形，在大殿半空呼啸而起。狂风令得大殿之内响起一连片的哗哗声响。这般凶悍的灵魂碰撞，也是令得那红圈之内的5人身形一颤。萧炎与那曹颖倒还好，肩膀只是细微一抖，便是恢复正常。而反观丹轩、白鹰、秋姬3人，盘坐的身体却是被生生地推后了长短不一的一段距离。萧炎的目光紧紧地锁定着对面10来丈远的曹颖，他知道他才是这里最大的对手。先前的那一记灵魂碰撞，对方明显是专门冲着他而来，不过好在他也是早有准备，方才未曾在这第一次的交手下便是显得过于狼狈。而至于丹轩3人，则是完全的惨遭池鱼萧炎与曹颖的灵魂力量，远非他们能够相比。对于这种情况，丹轩3人也是有所察觉，虽有点不甘，但事实如此，却是别无他法。差距摆在那里，任他们如何挣扎抵抗，都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这场灵魂交锋，完完全全就是萧炎与曹颖的较量，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白鹰身处一处角落，目光阴森地望着萧炎，眼中满是不甘。他在白家是那种万众瞩目的人物，然而今日他却沦落成了萧炎的配角，这如何能让得他甘心？果然不简单。曹颖玉手掠开飘落在额前的一缕青丝，妖娆脸颊上的笑容却是越发的妩媚，玉手悄然结成手印，然后猛然一凝。随着其手印的凝成，那缭绕在其周身的磅礴灵魂力量顿时急速凝聚，眨眼间便是化为一头灵魂凤凰。凤凰双翼扇动，空间急速扭曲，甚至隐隐间有着一道道细微的漆黑空间裂缝蔓延而开。灵魂凤凰虽说是无形，但那种弥漫而出的威压，却是令得大殿内不少人的凝重目光都是停顿在了曹颖面前的虚空处。去！曹颖玉指轻点虚空，一道清朗的凤鸣之声陡然在大殿之内响彻，而那灵魂凤凰也是双翼一震，带起一阵狂风，对着萧炎暴掠而去。以灵魂凤凰的速度，短短一瞬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头顶上空。而就在其即将击中后者时，萧炎那微闭的双眸却是猛地睁开，一道冷喝顺着喉咙暴喝而出，破！一字落下，一只巨大的无形灵魂拳头陡然成型，然后狠狠地砸在灵魂凤凰脑袋之上。砰！拳缝交接，直接是带起一阵狂猛的灵魂风暴，那坚硬的地板都是在此刻被生生地撕裂出一道道手臂粗的裂缝。灵魂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萧炎盘坐在地板上的身体也是被那恐怖推力生生地推了3步距离，而反观曹颖倒是借着攻击之力，仅仅只是退后了2步，但即便如此，也是令得场中不少人大吃一惊，他们皆是未曾料到萧炎居然真的有资格与曹颖这等妖女硬碰而不落下风。风暴不仅令得萧炎与曹颖后退，连那未曾出手的丹轩3人也是再度被推后了几米距离，当下皆是苦笑一声。丹轩与秋姬率先站起身来，对着圣长老拱了拱手，然后便是自动地退出红圈范围。这种局面，他们留在这里也只是沦落为陪场的资格。两人弃权，但那白鹰却是紧咬着牙，望着那只是将注意力放在曹颖身上的萧炎，眼中掠过一抹阴狠之色，手印猛地一变，灵魂力量毫无保留地自体内暴涌而出，然后化为一条无形巨蟒，带起凌厉凶器，对着萧炎暴掠而去。不自量力！感觉到白鹰的突然出手，萧炎眉头微皱，旋即双眸冰冷地转向前者，袖袍一挥，一股磅礴灵魂匹链射将而出，重重地撞击在那无形巨蟒之上。砰！两者相撞，看似凶猛的灵魂巨蟒瞬间崩溃，而那白鹰也是脸色立刻苍白，一口鲜血忍不住地自嘴中喷出，其身形也是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最后狠狠地砸落在地板上。望着那在萧炎随手之下便是败得如此凄惨的白鹰，大殿之内也是响起一道道惊哗之声。那些白家之人面面相觑了一眼，神情立刻萎靡而下，再没有了刚才的那种得意。他们家族最为杰出的年轻人到了这里，却是连配角都是只能当那最底层的。随手击败白鹰，萧炎却是连眼睛都未曾眨一下，目光紧紧地盯着那脸颊上尽是妖娆笑容的曹颖身上，后者的笑容令得他有种被毒蛇盯上的危险感觉。你很强，先前的那些考核，你果然没有尽全力。曹颖修长的玉臂缓缓伸展而开，柔软如蛇的身段令得不少男人有种想入非非的冲动。对于曹颖的调笑，萧炎却是面色不变。他知道面前的女人虽然美，但却是一条会吃人的美女蛇，与她交手，任何的失神都将会成为失败的导火线。现在已只有你我2人，那便不用再拖延，只要你接下来能接我3记灵魂掌印，那我便退出。当然，即便此刻你退出的话，那也能够保证第2的名次，叶家也是得救。所以，你是接，还是自己离开？曹颖嫣然轻笑，玉手在面前轻轻伸展而开，完美无瑕，犹如艺术品一般，美得让人心颤。